美参议院两党议员代表团访华行程进入第4天。9号上午，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北京与他们会见。对于美国参议员代表团时隔4年再次访华获得高规格接待，观察指出，这释放出中国最高领导人下月将出席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 APEC 会议的最强烈信号。而与此同时，韩国政府通报，美国政府已经同意2家韩国企业的在华工厂进口美国半导体设备，这又释放了何种信号？来看报道。王文涛在会见舒默率领的美国参议院两党议员代表团时表示，中美经贸关系不仅事关两国，也具有全球性影响。两国经济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的发展进步完全可以成为对方的机遇，而不是挑战。合作是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中方不回避竞争，但竞争要基于国际经贸规则，应是公平良性的竞争。希望美方精准界定安全边界，避免泛安全化、政治化、工具化。王文涛指出，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为两国工商界合作创造良好营商环境，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王文涛重点就美对华出口管制、投资限制、制裁中国企业、人员往来限制和中国在美投资企业享受公平待遇等问题表达关切。舒默表示，美中经贸关系对两国至关重要，美国会两党重视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不寻求与中国脱钩，愿与中方加强沟通交流。据悉，舒默10月7号从上海开启访华行程，接下来还将访问西安。此外，据美媒此前报道，美国参议院代表团原本计划在访华行程之后访问日本和韩国，但美国驻日本大使馆10号晚间突发声明称，由于外部事件，代表团在访问北京后取消了原定前往日韩两国的行程。外媒分析或与巴以冲突有关。舒默等美国参议员此行最受关注的安排是9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与他们的会见。美国议员们当天稍晚时候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举行记者会，介绍了相关情况。舒默透露，中国最高领导人与他们的会见长达80分钟，双方进行了坦诚、富有成效的交流。We do not seek a confrontation with China.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building on the honest but productive conversations we had today with President Xi and other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discuss our shared interest in long-term stability for two countries.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也在记者会上表示，此次中方接待美方参议员代表团的一系列安排都远远超过了美方此前的预期。这次访问对于美国政府、美国国会和人民来说都是一次进步。 There was a level of detail in these meetings.On these issues that we hadn't had in 4+ years. I felt that the Chinese leadership prepared very carefully for these meetings. And I think a commitment to extend this conversation that will be good for us and productive for us as we go forward. Many of the meetings. 外界也对舒默一行访华或高规格接待倍感振奋。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报道中分析指出，这预示着中国最高领导人可能在今年秋天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一次备受期待的会晤。香港南华早报认为，这是一次出人意料的会谈，释放出中美元首或将在美国旧金山 APEC 会议期间会晤的最强烈信号。实际上，美方对这场会晤期待很高。据美国《华盛顿邮报》6号引述白宫高级官员的话称，美国政府已经开始为中美元首在旧金山的会晤制定计划，并称这将有助于稳定世界上2个最强大国家之间的关系。一位匿名美国政府高官对尚在安排的会晤十分乐观，他用非常确定来形容会晤的可能性。但另一名消息人士则强调，拜登总统期待与习近平主席会面，但尚未得到任何确认。在近日的记者会上，拜登本人也强调期待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举行会面。 What are the prospects for a meeting between you and President Xi of China in San Francisco next month? There is no such meeting set up, but it is a possibility. I think that is something that the White House is coordinating directly. Quite frankly, the senator's office doesn't have any remit on setting up that meeting. I think it looks like it's going to go through. It's part of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s larger effort. They've done a series of high-profile meetings going into China. 这一次会谈的这个氛围是非常友好的非常良好的。我想，这样一种富有成果的。 会谈对于中美关系延续近段时间以来持续恢复缓和这样一个势头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毫无疑问，它在客观上也将有助于营造一个非常良好的双边关系的氛围，进而为这个接下来在美国召开的这个 APEC 峰会当中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这个奠定一定的基础所以我想我们有理由呢对此持有一些更加乐观的这样一个预期。深圳卫视注意到，中美近期高层接触频繁，也令一些东亚芯片产业链的国际合作继续推进。事关美方主导的芯片四方联盟的韩国三星和 SK 海力士在中国的工厂。据韩联社9号报道，韩总统室经济首席秘书崔香木当天证实，美国政府近期通过出口管制部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经济安全对话渠道向韩方通报，美方最终决定将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在华半导体工厂指定为经验证最终用户，简称 VEU。所谓 VEU 清单是一种白名单机制，被列为 VEU 之后，企业不需另外获得批准即可适用美国出口禁令豁免。韩媒分析指出，这事实上是获得无限期豁免。 이번 미국 정부의 결정은 우리 반도체 기업의 최대 통상 현안이 일단락되었음을 의미합니다. 去年10月7号，美商务部升级了对中国芯片业的打压政策，全面限制对华出口高端芯片及制造设备的同时，在华建有生产基地的外企也要逐渐接受审查。不过，在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强烈反对下，这两家韩企的在华工厂获得了进口相关设备的1年豁免权，原将于本月11号到期。据悉，这两家韩国芯片巨头在西安、无锡和大连建有重要工厂，投资规模巨大，一旦遭遇美方禁令的长臂管辖，将造成巨大损失。韩国媒体认为，在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之后，中美达成一些安排。这次美方放宽对韩企在华工厂的芯片设备出口管制，意味着韩国半导体企业面临的最大经贸问题告一段落，也为中韩相关产业链合作继续推进扫清了障碍。 The U.S. government's decision really lifts a huge weight that's been hanging over Korean semiconductor companies since the Washington unveiled its chip export restrictions. It's a huge positive and resolves the one uncertainty that's been really weighing on Hynix and Samsung for the past year. 这一次的他的这样的表态表明呢，美方按照过去那样一种违背这个全球供应链这个分工体系、违背市场经济 规律和原则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对华小院高墙式的封锁打压被证明是失效了。那么，我想这样一个决定对于中美科技战或者说科技竞争这个态势的变化将是非常重要的。就意味着说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它已经不得不承认通过科技封锁打压中国的这样的手段来遏制中国崛起这样的一种路径是行不通的。